大家好，我是佳佳，又到了星期五的时间。今天要说的故事呢，是关于高雄旗津的故事，也是我身边的朋友呢遇到的故事。说到旗津哦，它位于高雄市区的西南部，跟鼓山区啦、前镇区、小港区呢，隔着高雄港相望。原本旗津岛是一个沙洲群岛，南部呢跟台湾本岛相连，但是在1967年的时候，因为高雄港第二港口的兴建哦，所以呢就被截断了。因此，我们现在如果要去旗津哦，有两种方式可以到达。第一种呢，就是开车或者是骑车，经由前镇的高雄港过港隧道，它是台湾目前唯一的一条海底隧道。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搭乘渡轮，船上呢可以搭载人或者是机车或者是脚踏车。那因为我是台北人，以前没有什么搭船的经验，所以第一次呢搭船到旗津的时候，我觉得超新奇的。对旗津呢印象最深的是呢，那边有一片非常漂亮的海岸，然后在靠近沙滩的海岸间呢，有一艘坏掉的船，它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呢这艘大船中间呢还裂了一条很大条的缝。除了这个之外当时呢还看到一个蛮大的牌坊，写着25淑女墓。不过呢我从来没有进去过，因为虽然那个时候还小啦，但是呢看到墓这个字就知道是往生者长眠的地方，所以呢以前对旗津的印象呢就是这些。而今天呢要讲的故事是旗津非常有名的25淑女墓，所以呢在这边也跟大家呢介绍一下这个25淑女墓的由来跟它的故事。在以前的时代，因为女生的社会地位比较低，所以在国中毕业的时候呢，就要外出呢工作，帮忙贴补家用。在1973年的9月3日凌晨有一艘呢从旗津开往前镇的民营渡轮，这一艘船叫做高中6号。在航行的途中因为超载加上呢机械故障而翻覆沉没，造成了25名的乘客罹难。这25名的罹难者呢，全部都是住在旗津的未婚少女。因为以前台湾的民间信仰中呢，认为单身未嫁的女性并不能列入自家的祖坟跟祖先的牌位，所以呢，当时这25名的罹难者便由政府跟家属还有当地的一些绅士协调，将他们呢合葬在中兴里跟中和里之间，所以呢这个地方称为25淑女墓。在高中时候呢，我们系上有一位非常活泼的学长，他下课的时候呢都会跑来找我们学弟妹聊天，然后假日的时候就会约呢同学或者是学长姐学弟妹呢一起出游。有一次呢他在聊天他就说了一个故事，让我们一群学弟妹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毛，因为他说的这些人当时参与的人都还在学校里面，所以呢代表这个故事呢并不是他自己杜撰的，而是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那我这个学长他是旗津人，我记得当时这个学长他都说呢，每天呢他都要很早就起床，因为他要坐船呢过港，然后才能来上学。接着大家就问说，那么旗津有什么好玩的他说呢，去旗津的话呢，可以去旗津这边的海滨烤肉，然后呢还可以玩水。然后我们就忽然聊到呢，在这个海上呢有一艘破掉的大船跟这个25淑女之墓。然后我就问他说，25淑女之墓到底是什么里面你有去过吗？后来呢他就讲了一件呢关于25淑女之墓的故事。他说他刚1年级的时候，因为当时和2、3年级的学长姐都非常的好，所以呢就约了大家一起去旗津玩。然后那个时候他们也是在海边玩水，结果玩到下午的时候，大家就想说那也玩累了，不然就骑车兜兜风好了。因此呢他们就骑车，然后在旗津这边晃来晃去。因为旗津其实并不大，
然后它也没有像现在这么的繁华，当时啦，所以呢，他们就是骑到了25淑女墓，因为当时这个墓园哦，其实是可以让人家进去参观，所以一伙人哦，大家都决定呢进去里面逛逛。他们这一群人呢，大约有10几个人，有男的，有女的，有我这个学长的同学，以及2、3年级的学长姐。所以呢，他们就一进入到这个25淑女墓之后呢，没走多久，就忽然有一个学姐就说呢，她想要去上化妆室。然后接着另外一位学姐呢，她说呢，她也想要一起去。因此呢，她就带着这2位学姐哦，去到了这个墓园里面的化妆室。那其他的人呢，就各自在这个墓园里面逛来逛去。结果在这2位学姐上厕所的时候，我们这位学长就站在这个厕所外面等他们。结果上没多久啊，就忽然听到呢，从厕所里面传来了一声非常凄厉的尖叫声。然后呢，2个学姐就忽然哦，哭着从里面冲出来。然后他一看到这2位学姐哭啊，当然下意识就问说：“你们干嘛？怎么一直哭啊？”结果呢，这2位学姐哦都不讲话，然后只是一直拉着他们的手呢，想要离开这里。接着呢，其他的人呢也听到声音就赶来啊，就连忙问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啊？但是呢，这2位学姐哦什么都不说，只是呢一直哭，然后呢一直拉着大家就是要往外走这样。那当时大家就觉得应该有发生什么事，所以也非常识相的呢，马上离开了墓园。后来到了其他的地方之后，大家呢就问这2位学姐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为什么尖叫？然后为什么哭成这样？那其中一位学姐就说呢，他们2个去上化妆室，结果呢上完厕所之后，2个人正在洗手，然后 A 学姐呢就忽然看到呢，在另外一面的墙上哦，有一个呢很像人影的东西哦，从墙壁上慢慢浮现。他当时呢以为是看错了，所以呢就直盯盯的看着这个墙面。结果 B 学姐呢看到之后就问 A 学姐说，怎么了，脸色那么难看？然后 A 学姐呢什么都没有讲，只是一直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然后看着墙面。看着没多久呢，竟然就流下了眼泪。然后 B 学姐呢就只好顺着她的目光哦，转头看向了墙壁，就看到呢一个半透明的白衣女子，然后站在她的身后。所以她一看到呢，就整个大叫，然后拉着 A 学姐就直接往外冲。然后大家听到这里啊，就连忙问这个学长说：“你这边有闹鬼啊？你怎么都没有讲啊？”然后这个学长就很无辜啊，他就说他从小在这边生活，无聊的时候呢也会跑到墓园来玩，但是从来没有遇过什么事情。结果这2个学姐就说，他们说的是真的，他们2个真的看到，而且是同时看到了。那也因为这个原因哦，后来这个学长呢就再也没有去到了这个墓园玩。那当时呢，我们一群学弟妹听到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怕。为什么觉得可怕？因为当时跟他一起去的人啊，有他的同学跟2、3年级的学长姐。那因为我们是1年级的新生嘛，所以当时的这些人哦，有些已经毕业了，但是呢，有一些升上了2年级跟3年级，因此这些学长姐呢还在学校里面，所以呢是问得到这些人的。也就是呢，学长讲的这件事情哦，是一件真实的撞鬼经验。然后呢，他还说，当时发生这件事情哦，并不是大家像电影上看到撞鬼都在晚上，而是下午的黄昏时刻，天呢还非常的亮。后来事隔多年之后啊，有一次呢，我就无意间在网络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有一个人啊，他就 po 文说呢，那个时候呢，台湾刚实行戴安全帽的政策。他曾经呢在晚上骑车经过了旗津这边的大路，结果骑到一半呢，就忽然间呢有人敲了他安全帽一下，空，然后他就转头看了一下，没有人，半个人都没有。后来呢，他就不以为意啊，想说可能是那个路上的小飞石啊，或者什么。然后呢，他要骑，结果没骑多久呢，又有人呢又敲了他安全帽一下，空。然后呢，他就停下来四处看了一下，真的都没有人。
然后他就忽然想到了这个旗津这边呢有一个非常邪门的传说，因此呢他就想都没有想，油门呢就加到底，然后狂飙了起来。结果没有想到敲打他安全帽的声音竟然越来越大声，而且越来越急促，因此他就很害怕，然后很害怕的情况下，他就只好壮胆大声骂了很大声的三字经。后来呢才知道原来是他安全帽的带子没有扣好，所以呢骑车骑到一半脱落了，然后跟随着骑车的速度越来越快，风就越来越大，因此呢安全帽敲打的次数呢也越来越频繁。当时呢我看到了这个笑话，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笑，因此呢我就讲给我们家老大听。后来呢还讲了这个高中学长发生的这个故事，结果他就说呢，他就想起以前他们年轻的时候，一群人呢都会骑车到寿山夜游，然后有一次呢就骑车呢就是坐船到了旗津，然后经过25淑女墓的时候，忽然间呢他们一群男生都骑摩托车，忽然间呢好像就有1辆还是2辆机车就在这个墓园前面忽然熄火停住。然后我就问说那结果呢，然后他就说结果当然是很毛啊，那发不动就只好推着车赶快跑啊。那听完这个，后来我就在网络上查了一下，就发现呢在网络上真的有非常多人 po 文说呢，曾经呢骑车经过这个25淑女墓的时候都会有这种熄火啦或者是摔车的经验。那有的人呢是骑车骑到了一半，他就觉得呢后座呢好像变重了，感觉好像你后座多了一个人一样。因此就有传闻说呢，因为这25位罹难者呢都是年轻的单身女子，所以如果是年轻的男生一个人呢骑车经过25淑女墓的时候，有可能骑到一半就会发现呢你的后座忽然坐着一个女生。不管这些传闻是不是真的啦，再一次呢跟大家说一下，我分享很多亲身经历或者是身边亲友的故事都是真实发生的。也因为我身边有蛮多的人，他们的体质呢比较特殊，所以我一直相信有神佛啦、鬼怪啦、轮回报应的这种存在。因此我相信人心存善念真的很重要，因为善良的人呢一定会有好的福报。虽然旗津呢有这些特别的传闻啦，但老实讲，我觉得呢近几年旗津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玩的观光胜地。去这边呢不但可以玩水，还可以到这个商店街呢去逛街，然后呢还可以买到非常多漂亮的纪念品。所以像我的妈姐来高雄玩的时候，我们也去当地坐了这个电动3轮车，然后呢骑着这个3轮车呢奔驰在这个海岸线旁边海风这样徐徐吹来你就会觉得非常的舒服。那现在呢如果有机会到旗津的时候，我都一定会去吃当地非常有名的斗六冰淇淋，所以推荐大家没有去过的朋友了，真的蛮推荐大家找时间去这边玩。而25淑女之墓呢也在2008年的4月28号，也就是国际工商日正式改名为劳动女性纪念公园，主要呢就是悼念这些曾经为台湾经济牺牲的女性劳工，并且提倡呢劳动权益的性别平等。好了，今天的故事说到这里，大家还喜欢吗？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的，记得帮佳佳按下订阅。如果觉得我故事说得不错，也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因为您的善良举动会给我满满的信心，还有持续的动力对了，记得将您的小铃铛给打开，这样呢每周上新片的时候，你就能收到提醒的通知因为呢我本人平常比较低调，所以大家有空的话呢，也欢迎到这些地方帮我冲冲人气谢谢大家，我们下周见咯，拜拜。